周总，周总，这是这个月的账目，您看一下。好，是哪里有问题吗？周总，就是熊总他这个月的报销费用有点高啊。怎么了？我说句不该说的，这个项目熊总是股东，但是他这样做确实不太合适。哪里不合适？他这个月光油钱就报了好几千块，然后公司接待的事也变成他的私家事了，是觉得……好了，我明白了，几千块钱的事儿，算了，你先去忙吧。好的，周总。厂房的合同已经整理好了，别忘了答应我这2个点。行了，就这样啊。罗总一会儿来了，好。罗总，这是厂房的收购合同，你签一下字。熊总，这个金额跟当时谈的不太一样呀。啊，那边临时加了点价，我看着也不贵，所以我就同意了。行，你同意就行。熊总，我想跟你聊一聊，我们现在一起做的这个项目还挺挣钱的。抛开朋友层面不说，希望一些小事上我们都能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，不然这样久了影响会很不好。你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了？你别着急啊，我只是叮嘱一下，因为这个项目还有其他的股东，尽管是一些小事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你也别跟我斗签子了，不就是开公司的接待车吗？我不开就行了吗？真小气。快签吧，签完我还要办事呢。手机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你没有重新接这个项目，凭什么把我踢了？熊总，这是股东的一致决定。少给我来这套，我哪儿得罪你了？朋友是朋友，生意是生意，无规矩不许方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很多小事别人都看在眼里，可你为什么不？这点蝇头小利你都算计，你让股东们怎么放心？不就这点小破事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们怎么这么小气啊？小事也能看出人品，你是成年人了，要为自己做的事儿负责任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我这年轻人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老李，怎么了这是？哎，周总，没事，这年轻人把我车给剐了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多危险呀！周总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刚刚打电话问了要赔1200，但是我只有600。没事，周总，是你的员工就算了，不用赔了。那怎么行？男人做错了事儿就要懂承担责任。但是呢，他大学刚毕业，刚参加工作，没什么钱，你卖我个面子，打个对折。行，周总，你说了算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没事啊，周总，我先走了。明天啊。慢点啊！哎，刘总，怎么了？哎，你好，周总。没有，车出了点小毛病，司机在处理着呢。哎，这个修车我会啊，我来看一下吧。啊，不用，我会修啊。没事，我来看。你会啥呀？你会修什么车呀？刘总，我先走了，还有啥啊？好，慢走哈，有空喝茶。周总刚才为什么不让我去帮他们呀？他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过去叫帮忙；他不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过去叫出风。熊总，李总那个项目已经定下来很久了，我们公司的提成也该解散了。周总，现在真的没有钱，你公司这么困难，但是那笔款项确实还没打过来。我理解，特殊时期大家都不容易，但是李总跟我说，1个月前款项已经打给贵公司了。哦，是吗，周总？周总，其实李总那个项目确实没帮上什么忙，都是我们公司的资源在做，所以这个钱确实给不了。行，那熊总都这么说了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慢走啊，周总。喂，李总，上次的项目我们合作挺好的呀，怎么这次新项目不一起合作了呢？熊总，我当时那个项目是冲着左旗给你做的，现在左旗已经不做了，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合作了。喂，左旗。你好，熊总。喂，周总啊，李总那边有个新项目，还得麻烦你介绍介绍。不好意思，不熟。Say something, I'm giving up. 哎，嘟嘟，哎呦，不是我说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怎么还用这种有线耳机呀？多土！哎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这一说话直，你别介意呀。哎，左总好，您今天真漂亮。谢谢。不瞒您说，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，还以为您是男的呢。谢谢啊。
这都胖成什么样了，你还在吃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哎呀，我就说话直，你别介意，我这不也为你好吗？不用。左总，我想跟您说个事儿，说工作的事儿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同事们都排挤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我记得你是刚毕业哈？对呀，你们穿衣服这么显露？怎么会？这可是当下最新款，您怎么能这样说？你也别介意，我也说话直。难受吗？难受，他们也难受。走向社会，要学会与人正常沟通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换一种说话方式，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。左总，怎么了，嘟嘟？这次和李总合作的项目马上就要签合同了，可是咱们公司小陈一看到李总就反悔了，现在说死这合同他也不签。为什么呀？小陈说，他父亲当年就是因为李总破产的，他父亲特别恨李总。啊，这么回事啊？那小陈不愿意的话，就不签吧。那怎么行？都谈好了，对方给的条件特别丰厚，小陈也不能因为个人恩怨影响工作吧？那你怎么想？我觉得那毕竟是上一辈的事儿，跟小陈没有直接关系，他不应该这样。你记住，只有被伤害过的人才有资格说原谅。小陈没有资格，你我更没有资格。熊总，今天我合同也带过来了，您看是不是现在就签？总，不着急，先喝这茶啊。熊总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满意？您不妨直说。左总，商人嘛，利益第一，我就直说了啊，有人出的价格呢比你低，所以呢，你理解好不好？啊？熊总，没事儿，理解。熊总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那走，走。左总，这个熊总太过分了，我们忙了那么久，关键时刻就把我们给甩了，不签就不签吧，他还笑死，真讨厌。算了，走吧。左总。熊总稀客呀。左总啊，我也是没办法在那里找你。上次那个价格虽然报的低，但质量太差了，差点坑了我一笔。所以你看咱们的合作还能不能继续？真不巧，熊总，有个人出价比你之前还高，我给卖给他了。左总，这……熊总，理解一下，商人利益第一，是吧？按理说我还得请你吃个饭，但真不巧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，那就不送了。左总，这次你来公司视察，总经理刚好不在，只有我陪你了。没事儿，新公司的工作状态挺好。左总，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啊。你看他长得道貌岸然的，其实可小气了，整天来公司蹭免费热水。还有他表面光鲜亮丽的，其实家里面可穷了，打肿脸充胖子。还有他整天笑嘻嘻的，其实背地里天天和媳妇吵架，脾气可不好了。那还有，行了，你明天也不用来了。为什么呀？我看你嘴也挺不好的。可是我在跟你反映公司真实情况呀。你老是盯着别人的缺点，忽略别人的优点，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没人教分。左总，您签一下字。小航，问你个事儿，你们组新来那个嘟嘟表现怎么样呀？不怎么样。什么情况？大家都挺排挤他的。包括你吗？什么原因？感觉他不太懂事儿啊。因为这个新来的员工没给你们这些老员工买奶茶、做方案、取快递。被孤立的人不一定有错，但带头孤立他的人一定有问题。你是老员工了，我给你一次警告，下不为例。罗总今天面试只有一个人没来，其他都已经结束了。他已经迟到1个多小时了，我们没关系，再等等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面试已经结束了。没关系，你先进来坐。哎，好的，谢谢。你去给他倒杯水去。啊，谢谢啊。我简历不见了。你是在开什么玩笑吗？你又迟到又不带简历。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没关系，明天复试你好好准备，不要迟到了。你先回去吧。哎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罗总，他这种情况还要参加复试吗？你看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是他的简历，怎么会在这儿呀？
哎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没事。你这得上医院呢。我外卖超时了。外卖单远不远呢？在哪儿啊？不远。你这样吧，我帮你送吧，你好好去医院吧，好吧？你放心吧。啊，谢谢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他刚刚走向社会，一定要让他坚信一个道理：人存善念，天必有之。爆汁猪脚、鱼头、牛腩、鸡、乳鸽。女士，你们就2位点那么多菜，你们也吃不了啊？你管我们点多少呢？给你钱就完了呗。没有，就是觉得有点太浪费了，因为这些东西都够我们乡里的孩子吃好几天了。你哪那么多废话？没有，就是觉得有点浪费。把你们经理叫过来，把你们经理叫过来。哎呦，怎么了，左总这是？你们这个服务员道德绑架我，说我菜点多了浪费，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对，确实是他的问题，赶紧给左总道歉，不然扣你工资。老板，对不起。不用了，直接开除吧。哎，老板对不起，老板对不起。开除啊！就你们现在这个店铺啊，多少人排着队租呢？我跟你说，要不然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好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走。左总，那我给你安排人员上菜。不用了，没心情吃了。左总，他出来了。你好，还生气呢，小浩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以后餐厅所有的脏活累活都让小浩干，让他自己多加班。现在他爸要住院，需要5万块的医疗费，把他工资压住了，他打死都不会走。我觉得那份工作不适合你，我公司刚好缺人，你有没有兴趣？而且我的公司有一个好处，一入职就有5万块钱的入职费。入职费？这真假的？这是我的名片，明天来公司找我。你们俩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？谢谢。是这样的，左总，最近呢公司效益不好，我和苏总这边想搞点副业，苏总说来先拜访一下你。搞副业是好事儿，但是得看准。就是啊，我们2个人什么都不懂，主要是你神通广大的嘛，看看有没有好的项目，哪怕是小生意都行，带一带我们俩。这样，我有个朋友一直做餐饮店的，生意也好，人员技术也挺齐全，位置也好。他现在要回老家，所以想转。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帮你们去聊一聊。可以啊。左总，你觉得这事靠谱吗？以左奇做事的风格，那肯定靠谱啊。我觉得不靠谱。现在这种特殊时期还开餐厅，再说一个餐厅我也看不上。左总和餐厅老板还是朋友，谁知道会不会被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相信左总，做事要看人，你可以不干，但你不能胡说呀。行，那你干，希望你不会后悔。我有事先走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左总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不干就算了，我干。没事儿，反正我跟他也不熟。你要想干的话，我去跟你聊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好，来，左总，茶杯。谢谢。总，开业这么久了，才想起请我们吃饭呢。我今天呢，要特别感谢一下左总。感谢我？当然了，当时要不是左总给我介绍这家店，我都不知道我做餐饮还能赚钱啊！赚钱了？对呀。那不对呀，当初说好一起干的，你现在赚钱就没我什么事了。哎，熊总，当时可是你说你不干的啊，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，对不对？那行，现在餐厅赚钱了，我必须得投一点。没你这么干的，赚钱了你还投什么呀？我们还是不是朋友吧？当初我俩一起去找的左总，是吧，左总？熊总，雪中送炭的朋友要珍惜，锦上添花的朋友都不缺。Say something, I'm giving up. 喂，你好，妈妈，你在哪里呀？小朋友，你打错了。喂，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小朋友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你打错了，以后不要再打了，谢谢啊。小朋友，对不起啊，我是孩子的父亲，孩子的妈妈是一名医生，1年前因为特殊原因永远的离开了。因为你的号码跟他妈妈一样，我骗他妈妈说他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孩子现在生病了，这几天需要做手术，所以我有个请求，希望你能和孩子多说说话，让他开心一点。谢谢啊。哦，好。
我曾经很想知道，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？那些再三强调的。明明，你身体好些了吗？妈妈，我马上就要进手术室了。医生叔叔说会把我身体里的坏蛋打跑，可是我怕我再也醒不过来了。你相信我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今天还去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玩具。等我忙完了，我晚点过去看你。其实我知道你不是我的妈妈，但是我真的很想我的妈妈。我答应你，等你好起来，我做你的妈妈，好吗？那太好了，我真的能叫你一声妈妈吗？好。妈妈。哎，明明啊，你答应我，你一定要加油。那妈妈再见。再见。左总、王总要求我们这个月底把合同方案做出来交给他们，他们明天会派人来公司视察。合同这边具体还要左总核实一下，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。今天先到这儿，散会。喂，明明啊。左女士，我是明明的父亲。你好。这段时间给你添麻烦了，真的很感谢你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明明手术怎么样了？我现在赶过来。不用来了。走了。他是笑着走的。他说，他终于找到妈妈了。妈妈，你在哪里啊？妈妈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周总，这是你的午餐。谢谢啊，小安。多少钱我给你转过去。不用了，周总，大家也都没给。行，那你先去忙吧，谢谢。哎，小安，你给董总去买饭了，给我也买一份呗。还有我的啊，小安，我都给你们带大半个月了。我们都是同事，别那么小气嘛。对呀，我们共事那么久了，就这点饭钱，别那么斤斤计较了。就是啊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行啊，就这么定了，快去吧。大家把手里的活放一放，我宣布件事儿。最近大家加班辛苦了，公司决定每个人加500元的餐补费。谢谢周总，谢谢周总。小雨和小李是组长，你们俩是800。谢谢周总，谢谢周总，谢谢周总。对了，你们俩的餐补我直接转给小安了。为什么啊，周总？我不同意。小安每天给你们买饭，你们也用不上这个钱呀。大家同事一场，共事这么长时间，别那么斤斤计较嘛。就这么定了。陈总，大家都停一下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甲方的陈总。大家好。这几位呢，就是负责这次项目的。哦。这是小安。你好，陈总。好，你好。这是小李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是小姚。小姚你好。他腿脚不好。来，咱们去会议室说吧，陈总。走。坐下。这个项目必须尽快，实在是没有时间等。好嘞，我知道。大主任，在忙个？三叔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提前跟我讲一声呢？此紧急就过来了。快坐。姐，小浩又长高了。三叔，你这次来的这么突然，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？是这种，你兄弟呢大学毕业了，创业个，把家头的钱都拿给他，这半年呢，我亏得一干二净了。他妈身体不好，不敢跟他妈妈说呀，他也不敢回家。这下子呢，在旁边餐厅打工，我是没得办法，出来找你帮忙啊。那需要我怎么帮呢？姐，你借我一笔钱，我打算重新起个计划，后站再起。那有没有想好是什么项目？做餐饮，餐饮门槛低，投入少，预计半年左右回本，每年最少能赚150万。准备卖什么产品，或者要针对什么样的客户？这些不重要，姐，你就给我拿30万，赚了钱我第一时候还你。三叔、小浩，你们先等我电话吧，我现在还有点事儿，等我一会儿忙完了，我们一起吃个饭。吃饭不用了，记得给我打电话，我们等电话啊。好。喂，大助理啊，都2-3天了，你那怎么说呀？三叔，你再等等。气死我了，这下子连电话都不接了。爸，你怎么还在给他打电话呢？电话给我。妈还好。
我们家以后没了这个亲戚。我先回去了，不等了。是了，爸，那我应该还得在这边干。你好好上班。行，爸，我走了。你慢点。三叔，我找了这么多家餐厅，终于找到你们了，你怎么电话也打不通呀？不敢劳驾了，左总，长本事了。三叔，你别生气，你们看看这是什么？小浩，这啥呀？看了你就知道了。车辆一站式洗护平台。这是啥呀？三叔，之前小浩跟我说的那个餐饮，我觉得不靠谱。我这2天考察了很多项目，我觉得这个车辆一站式洗护平台特别靠谱。左总，还是你有眼光。车辆是一个基于互联网思维，合作模式也适合初期创业者，没有店面费用，没有人工费用，没有地点限制，蓝海市场，空间巨大。你咋个不早点打电话告诉我们呢？之前我没考察清楚，怕你们惦记，就没跟你们讲。姐，这确实挺好，但是这个加盟得花多少钱？用不了多少钱，钱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，我已经替你交过了。但是小浩，靠谱的事儿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，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。周总，我可以给你借点钱的。你刚来1个月就管老板借钱呀？朱总，我什么都能干，我可以加班的。那你今晚就自己加班。朱总，明天可以吗？今天有点特殊的事。不可以，我说今天加就今天加，没什么事出去吧。朱总，你怎么还在？我办公室脏了，去给我打扫一下。朱总，我写完这个文案可以吗？不可以，我让你现在去就去，赶紧过来啊。好吧。谢。周总。喂，阿姨。你找你老板借钱了吗？借了，在等消息。我告诉你，你弟弟马上就订婚了，要是没钱买房子，就分手了。好，在等消息了。你表现得好一点，多干点活，老板不就借你了吗？快过来切蛋糕了！宝贝，生日快乐！快过来呀！跟谁打电话呢？没谁。阿姨，我爸呢？他在忙。今天也是我生日。生日不就是个仪式吗？有什么可过的？你抓紧把事情给办了呀！打电话谁呀？妈妈。没有，挂了。喂。小爱，无论生活给了你什么，都只是你人生的一部分而已。生日快乐！熊总，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周总，去年和你亲戚做的工程，活是干完了，但是尾款……他还没结给你啊？是啊，一直打电话，一直没接，1年多了，我这不看你方不方便，给我联系一下，一帮兄弟等着要这个钱呢。太过分了，熊哥，这件事我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。你去了解一下情况，顺便把公司的法务叫过来。周总，没有这个必要，你就帮我联系一下就行了。没事，熊哥，你先回去吧。这件事儿我一定给你个说法。谢谢周总。小梅，去他家里，把他给我带过来。哎呀，怎么了，表姐？发那么大的火啊？谁惹你了？看看你，不就是尾款没付吗？还会找你告状？姐，要不你先帮我把尾款垫上呗，我过2天再给。要我帮你可以，先把这个欠款合同签。什么合同？你什么意思呀？我可是你表妹，你居然帮一个外人！合同签完之后，1个星期之内把钱全部打给我，不然咱俩法庭见。对了，在没有突破我底线的情况下，我可以帮你，但是这一次，我帮理不帮情。罗总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别着急，坐下来慢慢说。罗总，是这样的，前段时间安排我跟进的项目被今年的时候截胡了，听说他们马上就要签合同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罗总，我也是刚刚接到甲方那边的电话，甲方他们说，甲方说要提高金额才愿意跟我们签合同。是的，罗总。行了，你也不用着急，情况我了解了，
你去跟甲方说，既然他们不讲诚信，我们也没有合作的必要。左总，你别着急啊，这个项目很有前景的，而且我跟进了那么长时间。我不着急，是你这个负责人着急吧？这个项目也是你一直在跟进，既然这个项目没了，你这个负责人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左总，你这么说不合适吧？这个项目我跟进了这么久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什么叫没有存在的意义？你就这么不讲道义吗？道义，熊总，不捅破是出于对你的尊重。我不知道他们给了你多少好处，让你合起伙来让我加价。为了利益我理解，但最后反过来你跟我说道义，你懂什么叫道义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知世故而不世故，有所为而有所不为。熊总，你听得懂吗？咱们喝完咖啡，你们俩跟我一起过去。你好，请问服务员在吗？在。喝什么呀？你好，请问这边都有些什么？看吧。不好意思，我看不到。招牌咖啡、哪里咖啡、意式咖啡、港式咖啡，喝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记不住，那就要第一个吧。招牌咖啡是吧？对。来喝吧。你这小心点，这弄坏了你这赔得起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不好意思有啥用啊？你这眼神不好使，你就别出门，这省得麻烦别人。服务员，尊敬的黄牛会员你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吗？我想加点东西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您看。拿铁2杯，卡布奇诺1杯，意式咖啡2杯，美式3杯，焦糖黑咖啡5杯，记住了吗？不好意思，能再说清楚一点吗？是说我们左总说话有毛病吗？没有。这样，一会儿你蒙上眼睛给我端过来。啊？什么啊？有意见呐？快去。不严实点啊！好。啊，对不起，你小心点，衣服弄脏了你赔得起吗？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有什么用？笨手笨脚就不要出门了，免得给别人添麻烦。左总，你找我们？来啦，熊经理、赵主管，你俩现在去人事部办理一下离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，左总？为什么？你俩心里没数吗？装什么糊涂呀？王总，我马上过来。熊经理，左总，你找我？我现在有急事要出去一趟，然后这个呢是我给小浩的，他父亲住院了，我私人给他3万块钱，你帮我转交一下，我来不及了，我得走了啊。好的，左总，好。赵主管，你的组小浩他父亲不是生病了吗？这是左总给他的1万块钱，你转交给他啊。小浩，主管，父亲不是生病了吗？是左总给你的5000块钱补助啊，转交给你一下。谢谢。走了。好嘞。左总好。好。那明天我就先带我爸去看病了，然后您给的5000块钱已经收到了，谢谢您。 5000块钱？对啊。好，那你好好带你父亲去看病。好嘞。 3万块钱被你们层层克扣到5000，那可是人家的救命钱，你们俩赶紧把钱给我还回来。还有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们，滚蛋！这次招标一定能招中啊！哎，这不是我以前的老总左总吗？小杰，好巧，这是我现在的老板熊总。你好，熊总。这就是你总说的钱老板啊，果然不男不女的，个个捡瓶子。幸亏我当时没跟你干了。我们熊总今天是来投标一个大公司的，你这小公司也来参加投标吗？没事啊，左总，混不下去了，跟我说，看在小杰的面子上，来我公司上班。车停好了？已经停好了，左总。这次投标的公司已经基本到齐了，就等您开会呢。行，走吧。好嘞。啊，左总，原来你是投标公司的老总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有眼无珠。你不是说钱老板是个小公司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那我先失陪了，我还要去开会。您是熊总，开会你就不用去了。左总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如果公司这次不中标的话，我公司就垮了。没关系啊，混不下去了，来我公司上班。进来，鬼鬼祟祟。左总，
说。我哥明天结婚，我想管你借一下你那台好车用一下接亲。不好意思，周总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注意安全。谢谢周总。老总，熊总，海总，坐。这次咱们的合作一定能达到共赢。谢谢熊总，这次全靠你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记得你不是一个跑车吗？我明天酒吧开业，你开过来给我撑撑场面。真不巧，熊总，刚刚我借给我员工了，他哥明天结婚要用。小左，你也借给个臭员工都不借给我？真不好意思，我先答应他了。我俩好歹是一起合作的老板，我连个臭员工都不如啊！我再强调一遍，我已经先答应借给他了。还有，他是我的员工，是我的朋友，请把那个臭字去掉。怎么着，还想发火啊？这项目还合不合作了？